我在云南赌石，接连开出了3块极品翡翠。瑞城太子爷不但抢了翡翠，还想把我关进牢里。可他不知道，那些翡翠中藏着千年尸鳖，他们身上藏着一个极为可怕的秘密。灵珠，这可是有500多个摊位啊，每个摊位最少几百块石头，咱们要怎么找？我和宋菲菲迷茫地站在瑞城最大的赌石市场德鹏夜市前，这市场十分巨大，一半灯火通明，一半黑灯瞎火。灯火通明的那边全都是一些翡翠成品，而黑漆漆的这边则是晶莹原石毛料。为了观察原石，整个市场几乎不开灯，大家都拿着手电筒照明，走路特别容易踩着人。我和宋菲菲的任务就是在这个号称赌石之都的城市中找出几块隐藏的极品翡翠，具体数量不知道，什么颜色的翡翠不清楚，去哪里找自己猜。以上问答发生在我和师尊之间，但凡换个人和我这么说话，我都能打得他找不着牙。师尊说他晚上闲来无事睡不着觉，用龟甲占卜完，谁知一卜就卜出了问题，云南方向有大凶之物将要出世，而这大凶之物藏于土中，极有可能是羽化千年的尸鳖。所以我和宋菲菲就连夜来到了瑞城，替师尊寻找这千年尸鳖。我叫陆灵珠，是一个道士，乃是正宗的茅山子弟。宋菲菲是我的徒弟兼好友。师尊沈灵素在1000年前闭了生死关，前2年才刚出关，是一个活了1000年的老祖宗。他的徒弟创立了茅山派。我们茅山门派一分为2，外门入世，广开道场，慢收弟子，成了有名的道家圣地；而内门则是隐于深山，代代亲传。外门主要是做一些水陆道场、画符、看相之类的玄学基础，而我们内门一派则是负责降妖除魔、抓鬼驱邪，并且从3岁启蒙开始就要刻苦学习传统武术。不是说这夜市是当地最大的赌石市场吗？先进去看看再说。宋菲菲一脸好奇地拉着我进了夜市，我们进的是毛料市场这边，光线很暗，两人没走几步就撞到了一个人。哎呦，你瞎呀？谁他妈踩的老子？看老子不！这2位美丽的姑娘是第一次来市场玩吗？你们好，我叫穆琛，就是那个统治了云南300年的穆王府后人。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高个男子对着我们眨了眨左眼，露出一个十分油腻的笑容。大夏天，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头发上看起来起码上了3瓶发胶。我低头往下看去，哦，上半身西装领带，下半身短裤人字拖，这个打扮很是清新脱俗啊。见我和宋菲菲没说话，西装男甩了甩自己的头发，露出一张白皙清俊的脸蛋。我懂的，我都懂。第一次看到我的女人都会被我的帅气震慑住。他转身对着身边的人竖起一根手指，嘘，安静，别打扰这2位可爱的女士，让她们在我的美色中多沉醉一会吧。穆少，他们已经走了。我和宋菲菲没理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神经病，宋菲菲更是拉着我一路快走，就差跑起来了。快点快点，这个穆琛是本城有名的花孔雀，烦得不得了。穆家在历城根深叶茂，黑白2道通吃，瑞城最赚钱的产业大半都被穆家捏在手里，而穆琛更是本城出名的太子爷，当地人鲜少有不认识他的。我和宋菲菲拐了个弯来到一处摊位前，摊主是个秃顶的中年大叔，看到我们2人过来特别热情，还朝我们手里塞了2把玉石手电，瞧一瞧看一看啦，都是上好的后江长口坎底石，石皮薄，蜡壳完整，还没有裂，一切必涨了。我和宋菲菲正无头苍蝇一样乱逛，难得碰到一个这么热情的老板，便停下脚步，用手电照了照石头。老板，这石头多少钱？宋菲菲装模作样一通瞎照，那老板伸出5个手指比划了一下，便宜的很啦，才5万。小姑娘，你眼光真好。你手中这块石头可是最难得的大蒜皮壳铁龙生，白中显红，怎么切怎么长，搞不好切出帝王绿了。什么？拳头大小的一块石头居然敢卖5万？我不可置信地看着那石头，感觉这价格都快赶上黄金了。都说坐地起价，漫天还钱。我伸出一个手掌，试探性地问道：500，成交。老板劈手从宋菲菲手中夺过石头，塞进我手里，顺手递过旁边的2维码，微信还是支付宝，刷卡也可以。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好像生怕我后悔似的，一看就是训练有素。我抽了抽嘴角，颇为无语地看着老板，我不要了。刚才还和颜悦色的老板立刻变了脸，你再说一遍。小姑娘刚来市场啊，道上的规矩不懂吗？还价了就必须得买。老板一拍桌子，身边立刻围上来几个膀大腰圆的大汉。老陈，干嘛呢？这是我的人，你也敢动？穆琛双手抱胸，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朝我们大步走来。看到他，老板脸色一变，身子马上矮了几分。哎呀，老天！我说今天早上喜鹊怎么一直在我家院子里叫呢？穆少来这玩，我这小地方蓬荜生辉啊！穆琛高傲地抬了抬下巴，多少钱？他们的钱我付了。他身边跟着的人立刻掏出手机付款，付完钱，那老板不住地朝我们挤眉弄眼，你们运气真好，被穆少看上了。穆少出手就是阔气，豪迈，不同凡响。看着穆琛一脸骄傲自得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给我们付了500万。
这种摊位里开不出什么好石头的，你们要真想见识见识，就跟我走吧。沐琛对这叶氏十分不屑，说真正的好料子是不会流落到这市场里的，都是刚出矿就被定下了。瑞城有一个特别好的毛料店，里面开出翡翠的概率很高，那些大的珠宝商基本常年在那个店铺里拿货。不过那毛料店是会员制，普通人根本进不去。沐琛瞟了我们一眼，那地方才有好石头，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跟我去看看？我和宋菲菲对视一眼，跟着沐琛上了车。尸鳖富有灵性，喜欢将卵下在玉石之中，越好的玉石藏着尸鳖的可能性越大，到时候只要将血滴到石头上，里面的尸鳖就会苏醒。而且尸鳖还是群居动物，找到一只往往就能找到一群。车子很快来到了一个复古的中式四合院，院子门口还站着2个壮硕的保安。刚在车上，我补了一个简易的数字卦，卦象显示东南方向利于行，而这院子正在城市的东南方，这也是我和宋菲菲忍了沐琛一路的原因。刚好我今天要选一批料子，你们也挑几块吧，钱记我账上，开涨了算你们的。沐琛在一帮人的前呼后拥下进了院子，我们俩跟着他来到一个宽敞的屋子里。这屋子内灯光很昏暗，只在屋子西北角放了几台切割机。屋子左侧靠墙放着几个木头架子，架子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架子前的空地上则是铺满了巨石，最小的有西瓜大，最大的那块看起来得有1米多高，2米多长。这些石头上都贴了标签，上面写着价格。最大那块石头价格最高，居然要1亿2千万，而木头架子上的石头价格要便宜很多。1号架子上的石头价格都在1万元以下，2号架子上的是10万元以下，3号架子上则是50万以下。宋菲菲看得眼花缭乱，这么多石头要怎么找啊？我嘿嘿一笑，从包里掏出瓶阴阳水。阴阳水的制作十分复杂，要采集开春这日的清晨露水，夏至这天的子时雨水，立秋这天的凌晨寒霜，冬至这天的夜半之雪。这水蕴含4季5行，贯通阴阳，抹在眼皮上，能让人短暂的窥见天地灵气。我是天生的阴阳眼，再加上这阴阳水加持，一双眼睛变成了灵眼。石头无气，翡翠有灵，越是好的翡翠，灵气越是充足。别客气，架子上的石头尽管挑，今天本少爷买单。沐琛豪迈地挥了挥手，尽显土豪本色。我身负重任，自然没时间和他客气，将阴阳水小心翼翼地涂在眼皮上，还没开始挑呢，耳边传来了一阵嗤笑声：干啥呀？这水开过光啊！小姑娘家的，戏还挺多。沐琛饶有兴致地凑在我边上，仔细看着我手里的瓶子，呀呵，还是瓶农夫山泉呢。宋菲菲忍不住掐了我一把，和你说了多少次了，搞个漂亮的瓶子装，你一天天地净整些饮料瓶，干什么？这瓶子这么好，又轻便又能装，扔掉多可惜，你懂啥？我白了宋菲菲一眼，自顾自走到架子前，开始眯着眼睛挑石头。这是老帕赶场口出的，但是皮壳有点粗糙，算不得上等。哟，还有点裂呢，我看看。沐琛从我手中拿过石头，用手电照了照，还是鸡爪裂，这石头不行，你换一个吧。这个好，格拉莫厂口出的，还是黑乌沙皮，你选这个吧。沐琛把我好不容易选中的石头重新放回了架子上，见我站在那没接他的话茬，他皱了皱眉，你是第一次玩赌石吧？选石头要从4个方向选，敞口、皮壳、裂纹、形状。不识敞口，不玩赌石。还有啊，皮壳是越细越好，颗粒越细，出率可能性越高，懂吗？我翻了个白眼，重新把刚才看中的石头捏在了手里，我就要这个。这石头我刚才一眼就相中了，在一片死气沉沉的石头中，它顶上冒出的白光，就像是暗夜中萤火虫，是如此醒目和出众。见我这么不给面子，沐琛眼神沉了沉，他定定地看了我一会，斜嘴一笑，行吧，3万块钱就当买个教训了。老张，给他把石头切了。那个叫老张的应该是这里的老板，他接过我手中的石头，用笔在石头中间画了条线。我明白这意思，线画在哪里，口子就切在哪里。这石头当中极有可能藏着尸鳖，要是直接从中间切把尸鳖给惊醒了，那就麻烦大了。尸鳖不但阴气极重，还能寄宿在活人身体中，控制人的行为，有点像是国外恐怖电影里的异形。被尸鳖入体的人，九死无生，阎王难救。这里人太多了，我绝不能让尸鳖在这被吵醒，不能从中间切，切最边上。我夺过老张手中的笔，在石头上重新画了一条线。沐琛都气乐了，行行行，等会切垮了，可别哭鼻子。垮垮垮，垮你大爷！我暗自腹诽，不过这是他的地盘，而且如果真出现了大规模的尸鳖群，我们还要动用到沐家的人脉。想到这，我深吸一口气，硬逼着自己对沐琛挤出一个微笑。屋内挑石头的人还不少，看到有人要切石头，大家全都围了上来，对着我的石头评头论足。怎么挑了这么快石头？这石头有裂呀！不怕大裂，只怕小裂，宁愿堵塞不堵小裂。这姑娘看来是个新手啊。哟，还是穆少带的人。穆少，你怎么也不给小姑娘长长眼啊？等下切垮了不会哭吧？众人哄堂大笑。沐琛斜睨了我一眼，对着老板使了个眼色。没办法，漂亮姑娘脾气都大，不听劝啊。
我正专注地盯着石头，宋菲菲趴到我耳边扯了扯我的衣袖。卧槽，灵珠，我觉得我看面相的技术退步得好离谱啊！这一圈人里头怎么有那么多横死之相？你不是说横死之人百不见一吗？这里足足有8个。我心下一惊，迅速抬起头扫了一圈围桌边上的人群。宋菲菲确实是看错了，有横死之相的不是8个人，是10个。还有2个人脸上黑气浮现，人中短小，虽不是横死，今天却是有丧命之灾。那么多人都要死在这里，看来这地方真的有尸鳖，而且数量还不少。是我看花眼了吗？老陈，是不是出绿了？不是绿，是紫色，好深的紫罗兰，还是玻璃种的。长了，切长了。人群顿时哗然，老板拿出一杯水泼在石头切口上，只见那紫色深邃细腻，上头还泛着一层淡淡的荧光，漂亮的近乎妖异。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挤过来给我塞了张名片，这位姑娘，我是明华珠宝的经理，这紫罗兰你有意向出手吗？我出500万。700万，我出700万。这是穆少带来的人。老板淡淡说道。见状，挤上来的人群愣了一下，随即都不甘心地闭了嘴。看到我手里的石头，穆琛诧异地挑了挑眉，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好几眼，才犹豫着问道：“你还挑吗？”挑自然是要挑的。我又迅速从架子上拿了3块石头，这3块石头是这里灵气最足的，比刚才开除的极品紫翡还要好上不少。不出意外的话，这些翡翠里头都藏着尸鳖，我应该尽快把他们带走，免得他们出事害人。我挑好石头转身要走，穆琛却拦住了我：“老张，把他挑中的石头都切了。”我摇了摇头，这里的人虽然都是横死之相，但是印堂黑中透着一抹红，表明他们能得遇贵人。显然，那贵人就是我。如果我能带着走石头马上离开，他们就还有一线生机。我不切，这些石头我自己买下了，我暂时不想切。我说现在切，就现在切。穆琛加重了语气，我看了眼他的2道浓眉，这人喜怒无常，脾气霸道，事情有麻烦了。见我没说话，穆琛不满地朝老板喊道：“给我切开，耳朵聋了！”切你大爷！宋菲菲勃然大怒，刚跳起来准备骂人，一把漆黑的枪抵住了他的太阳穴。穆琛轻啐了一口：“老子最讨厌不听话的女人，听明白了吗？”刚刚还一口一个漂亮姑娘的叫着，现在却是满脸的杀气，这人简直翻脸比翻书还快。你放心，你切出的石头，本少爷都会用市场价收购的，绝对不会叫你吃亏。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武功再高，也怕子弹。我看了看穆琛手中的枪，心里烦躁不已。不动手，怕尸鳖出来；动手吧，万一动静搞大了，尸鳖一样出来。而且宋菲菲跟着我学武没多久，身手一般，肯定是躲不过子弹的。长了，又切账了。人群中响起一片惊呼声。第2块石头是一块颜色极为透亮的红翡。切石头的老张倒吸一口凉气，多少年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正红色了，颜色鲜艳，细腻通透，极品，极品啊！穆琛摸了摸下巴，有意思，真有意思，给我继续切。第3块石头是传说中的老坑玻璃种，帝王绿。那绿水头充足，颜色纯正中和，不带一丝杂质，润得似乎能滴下油脂来。现场一片安静，只余下几道粗重的呼吸声。穆琛眼神复杂地看着我，招了招手，直接让人夺走了我兜里的瓶子。这水这么邪乎？老张，你别愣着，继续切啊！穆琛饶有兴致地看着手中的瓶子，还拿出手电筒照了照。此时只剩下最后1块石头了。那石头灵气十足，我刚才用阴阳眼看时，整个石头几乎都成了一团白光。老张小心翼翼地将石头放在机器上，沿着最边处切开极为小的一角。死！这是什么颜色？穆少，你快来看！就在这时，一阵强烈的心悸传来，我抬头看着被切开的石头，瞳孔猛然收缩。只见被切开的一角隐隐露着金光，那金光中又夹杂着几丝黑纹，看起来不像玉石，倒像块藏在石头中的金子。卧槽，这是尸鳖葡萄卵！尸鳖这东西和蚂蟥有点像，雌雄同体，而且更牛逼的是，它不需要交配对象，自己就能产卵。但是，一般的尸鳖一次只能产1枚卵。像我刚才挑中的那些翡翠，如果切到翡翠最中间处的话，估计就能看到一颗米粒大小的金色尸鳖卵。尸鳖中往往也有一类，那就是尸鳖王。尸鳖王阴气凝重厚实，一次产卵可以高达7-14枚。我最后挑中的那块石头其实不是翡翠矿，而是一枚巨大的尸鳖葡萄卵。这算是黄翡吧？这颜色漂亮，和金子一样的黄翡，真品啊！你沿着这口子再擦点皮下去。穆琛直起腰拍了拍老张的肩膀，住手！我靠！快闪开呀！老张手脚十分麻利，我话刚喊出去，他就将石头握在了手中。随着抬磨机的轰鸣声，那石头在他手中炸成了一团。一阵金光闪过，从石头中飞出来10来只苍蝇大小的尸鳖。这些尸鳖在空气中长速惊人，几乎是一边飞一边身体快速膨胀。当飞到屋子上空时，这些尸鳖已经有拳头大小了。它们通体漆黑，只在背部中间长了一条金色的纹路，长相奇丑，看起来有点像长翅膀的大王巨足虫。卧槽！
卧槽，这是什么东西？沐琛眼珠子都看直了，他惊慌地跳到一边，掏出了手中的枪，对准了那些尸鳖。这些尸鳖在空中盘旋了3圈以后，四散而飞，冲着人群扑了过来。跑啊！我大喊一声，冲上前去。尸鳖寿命漫长，水淹不死，火烧不灭。它们以人的血肉精气为食，不吃不喝千年，依然能存活。但是万事万物相生相克，尸鳖乃古墓中腐蚀阴气所化，本身就是一团阴物，而阴物最怕阳气。我和宋菲菲满身的法宝，不管是脖子上的桃木令，还是手腕上系的帝王金刚砂，全都是克制阴碎的利器，所以这些尸鳖是不会朝我们俩来的。果然，只见一只朝我扑来的尸鳖在空中转了个身，朝那个珠宝经理飞了过去。啊！哦！救命！救我！那尸鳖直冲珠宝经理脑门而去，很快用锋利的爪子扒住了他的脸。只见尸鳖甩了甩拇指粗细的尾巴，用尾巴撬开了经理的嘴，然后尸鳖在经理的脸上开始倒退爬行，一路退进了经理的嘴巴里，直到整只尸鳖都消失不见。卧槽！这是什么鬼东西？这一幕把周围的人都给吓疯了。那经理吞了尸鳖以后，整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但是也就过了10几秒时间，他已经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只是眼白从白色变成了灰色，肢体也有些僵硬。尸鳖现在已经吃光了他的脑子，并控制了他的身体和行为。如果现在拉着这珠宝经理去拍脑 CT， 那么可以看见原本大脑的部位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只盘旋在大脑里的尸鳖。那经理晃了晃脑袋，张着双臂就朝沐琛扑去。沐琛吓得脸都白了，你别过来呀！你再过来，老子一枪崩了你！经理不但没听他的话，还加快了蹒跚的脚步。砰！枪声响起，被子弹击中的珠宝经理踉跄着朝后退了2步，抬起头依然顽强地朝沐琛走去。小心，他指甲上有毒！眼看着那经理就要扑到沐琛了，我一个佛山无影脚将经理踢出2米远，然后顺手朝沐琛手里塞过一串红绳。快点，系手腕上！被尸鳖控制的人身体中含有尸毒，尤其是血液中。中了尸毒的人，皮肤上会大面积长出灰斑，然后在3日内开始溃烂，等到7日，如果还没解毒，就会变成一具行尸走肉。这些尸鳖动作极快，迅如闪电，短短的1-2分钟时间，屋内的人全都被尸鳖给控制了，活人竟然只剩下了我和宋菲菲还有沐琛3人。菲菲，关门！这些被尸鳖控制的人转身想跑出屋外，如果被他们跑出这个房子，那整个瑞城就全完了。卧槽，你们疯了！沐琛听到这话，脸色大变，想死别拉着老子，把门打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我一巴掌抽在他脸上，和谁老子呢你？给我闭嘴，安静点，再闭淹了你！我夺过他手中的枪扔给宋菲菲，自己则是转身朝那些被尸鳖控制的人扑去。尸鳖不敢直接飞入我的体内，但是被他们控制住的人却可以进我的身，而且这些人不怕痛，不怕流血，身体还能奇异的扭转，这一仗打得我心力交瘁。沐琛在门口试图抢回宋菲菲手里的枪，被菲菲按住一顿狂揍以后安分了不少，此刻正灰头土脸坐在一边看我一打屎。菲菲，给我找几条绳子来。宋菲菲指着枪示意沐琛把绳子递给我，我把那几个人的手用绳子捆成1长溜，这才一屁股坐到地上开始喘气。尸鳖虽富有灵性，但是智慧不太高，这些人手像蜈蚣一样连在一起，挣脱不开，都想四散逃跑，一跑就人拉人，反而摔成了一团。我休息了2分钟以后，一咕噜坐起身，开始往兜外掏糯米。这些糯米可不是一般的米，都是3年以上的旧米，而且是百家米，需要挨家挨户从普通老百姓家收集，攒满100户人口以后，这些米也就具有了人间烟火气。再将攒好的糯米在夏至、小暑、大暑这3天搬到院子里暴晒。这晒米也有讲究，需要在卯时1刻搬出，午时3刻收回。卯时日出，阳气滋生，而到了午时3刻，阳气即将达到顶峰，再往后则要阳极生阴，就不适合再晒糯米了。所以古代行斩刑是分时辰开斩的，一级是斩刑有轻重。一般斩刑是正午开刀，让其有鬼做。重犯或十恶不赦之犯，必选午时3刻开刀。此刻问斩后，被斩人阴气及时消散，连做鬼的机会都没有了，真正是魂飞魄散。我扯过那珠宝经理，将糯米塞进他的口鼻、眼睛、耳朵中，只要封住他们的七窍和骨道，尸鳖惧怕阳气，到时候就能瓮中捉鳖了。塞完头部，我将珠宝经理翻了个身，然后指着沐琛喊道：“你过来，把这把糯米塞进他的骨道里。”沐琛清俊的脸上青紫一片，他不情不愿地挪步上前。骨道是什么东西？就是菊花。宋菲菲嘿嘿一笑，露出一口黄眼的大白牙。沐琛一梗脖子一扬头，是可杀不可辱，你们杀我吧！我把手伸进兜里，抓了一把更大的糯米，然后盯着沐琛一字一句道：“你现在有2个选择，要么把这些糯米塞进他们的骨道里，要么我把这些糯米全塞进你的骨道里，你选一个吧。”向来眼高于顶、飞扬跋扈的沐琛头一次露出了委屈的表情。他一脸小媳妇样从我手中接过糯米，嘴巴里还在不停地喃喃自语：“我不干净了，
让我死了吧，人为什么要活着？还不如死了。等糯米全都塞完，这些人就像被点了穴道一样，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我叹了口气，掏出一把极为锋利的匕首以后，满怀希冀地看着沐琛：“你还是童子之身吗？”沐琛不屑冷哼：“笑话，喜欢我的女人从这里排到法国，我幼儿园就开始拿情书折纸飞机了，怎么可能还是处男？妈的废物！”我怒气冲冲地踢了他一脚，这才将匕首对准中指，恋恋不舍地割了下去。我自小体重特殊，乃是纯阴之体，体内的血更是传说中的至阴之血。阴阳之道，周而复始，阴极生阳，阳极生阴。我的血液中富含着出阳的长生之气，这气磅礴浩然，可克制世间一切邪祟，自然也能灭了这尸鳖。尸鳖惧怕一切含有阳气的东西，本来还想着用一下沐琛的童子尿，没想到这个男人早就已经不干净了，好气！哎，每到关键时候就要割手指放血，早知道把乔墨雨那孙子带上了。我恋恋不舍地放完血以后，把沾着血的匕首递给宋菲菲。哎，出家人慈悲为怀，虽然他们已经死了，但是我终究还是下不了手。把匕首对准他们的印堂戳下去，记住，用力一点。宋菲菲也是一脸的为难，不过还是咬了咬牙，手起刀落，狠狠戳进了其中一人的印堂。刀子进入脑袋以后，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就像西瓜落地。只见那人的眼口鼻处很快就流出了黑色的血液，并且在短短几分钟内腐烂成了一具骨架，发出一股非常难闻的腥臭味。我拿棍子拨了拨头骨，果然从里头掉下来一只手掌大小的尸鳖。啊！沐琛大叫一声，从地上蹦起来。我翻了个白眼，别喊了，死了已经，只剩下一个壳了。菲菲，你把壳装起来，带回去给师尊炼药。宋菲菲点点头，扔给沐琛一个布袋子。你把壳装起来。凭什么呀？沐琛都快疯了，他双手叉腰，恶龙咆哮，无能狂怒。你们有没有把我当人看啊？刚才让我往死人菊花塞糯米，现在让我捡尸鳖，我也是人啊，我也会恶心好不好？宋菲菲面无表情地扬起脖子，你捡起来装兜里，我捡起来塞你嘴里，你选一个。沐琛骂骂咧咧地劈手夺过袋子，在切石机边捡了2根棍子当筷子，开始夹起了尸鳖。夹了几个以后，他越想越气，居然哭了起来，还哭出了声。我和宋菲菲面面相觑。刚认识沐琛那天，宋菲菲问了他一个朋友，那朋友说沐琛心狠手辣，性子阴晴不定，是瑞城人人惧怕的太子爷。心狠手辣，冷血无情，就这。宋菲菲拿手指戳了戳我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这么一个高大威猛的男人蹲在地上，一边抽抽噎噎的哭，一边还不忘伸着木棍夹尸鳖，看起来还怪可怜的。好像有点，算了，等会就别打他了。等这些尸体全都处理完，我总算松了一口气。太好了，等把这10个尸鳖给师尊老人家带回去，他老人家肯定满意。切，笑死人了！沐琛疯狂地洗完手以后，对着我翻了个白眼。我刚想揍他，他又冷哼一声：“你们俩是不是小学都没毕业呀？这里明明是躺着9个人，只有9只尸鳖，哪里的10个？”听到这话，我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到了头顶。宋菲菲也浑身一僵，她哆嗦了几下嘴唇，才颤抖着手数了起来：1、2、3、8、9。不可能的，1、2、9！卧槽，灵珠，怎么办？看到我们俩一副如遭雷劈的模样，沐琛捧着肚子笑出了声，哈哈哈，2个傻逼，我5岁的外甥女都不会数错。我想揍他一顿，可是怕他又哭，只能按下脾气问宋菲菲，刚才应该是有人趁乱跑出去了，你有没有看出来是哪一个？宋菲菲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指了指满地白骨，都化成骷髅了，天王老子来了也认不得呀！哈哈哈哈哈哈哈！沐琛得意的叉腰仰天大笑，我认得，你们跪下来求我，我就告诉你，这人真是1秒钟都不值得同情。我强忍着怒火，咬了咬牙，尽量放缓语调。这些尸鳖不会无故出动，被尸鳖控制的人每天都需要新鲜的血肉，而且和本体血缘越相近，他们越喜欢。所以跑出去的人8成是找家里人去了。咱们得赶在他把全家人吃掉之前找到他。沐琛插着的手逐渐放了下来，越听脸色越难看，听到最后更是惨叫一声：卧槽！证明他爸是我家司机，他妈妈是我家保姆，他亲戚全在我家打工，还住在我家。那你还愣着干嘛？还不带路？我们3人推开大门，撒腿就朝外冲。冲到一半，我又拉着宋菲菲折回身，拿走了我之前选中的几块翡翠。那些翡翠可价值好几千万，不对，那些翡翠里估计都藏着尸鳖卵呢，可不能被其他人给拿了，免得祸害无辜百姓。沐琛一路上横冲直撞，将车子开得飞快。一边开车他一边还有功夫和我闲聊，那尸鳖到底是什么？你俩是什么人？你们来这干嘛？我家里人会不会出事？你们说话呀！我朋友死了，我很难过。我看你们俩身手不错，有没有兴趣来给我打工？当听完我和宋菲菲来这的目的以后，沐琛看我们的眼神终于变了。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以后有什么用到我的地方尽管开口。穆某义不容辞。有，你再不踩刹车，我们就要撞上去了。爸妈哥，你们人呢？这是一栋富丽堂皇的别墅，乍一看跟个城堡似的，只是宽敞的别墅内空无一人。沐琛喊了几句，还有回声。
此时天色渐晚，我抬起手腕看了眼时间，居然已经快到晚上11点了。夜半子时，阴气最盛，鬼门大开。我环顾四周看了一圈，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沐琛，别喊了，你家的阴气太重了，重的不对劲。你们家最近有没有进来什么奇怪的东西？沐琛有些心慌意乱，我喊了好几声，他才回过神来。奇怪的东西。他猛然一拍大腿，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前1个礼拜，矿里挖出来一具玉尸，那尸身外头包了一层淡淡的翡翠，看起来极为惊人。我爸说这玉尸价值连城，放在矿里不放心，就给搬到地下室了。玉尸分2种，一种是厉鬼吸收月光精华，全身玉化成为玉尸，这种叫后天玉尸；还有一种则是先天玉尸，人死的时候必须玉葬。何谓玉葬？古代有一些擅长地理探测的大师，能算出玉矿最中间的位置，在那儿能遇到极为稀有的玉髓，将尸体置于玉矿深处，让玉髓滴落在尸体上。慢慢的，随着时光流转，玉髓遍布全身，人也就成了一具玉尸。传说中玉尸可以不但能让人死而复生，永葆青春。复生的条件并不太难，只需要将99人的鲜血注入玉尸上，等玉尸吸收完这些血液，尸体就能活过来了。你家的人呢？玉尸复生要99人，你家应该没那么多人吧？趁着那尸鳖出去找人，我们还有时间。我家佣人加保安，还有些乱七八糟的，好像有100多人。卧槽，这黑心肝的资本家！那你还愣着干啥？还不赶紧带我去地下室？看来那些尸鳖出事，目的就是为了复活这具玉尸。尸鳖由尸体的阴气化形所生，听从尸体号令，认尸为主。这玉尸不但能养出尸鳖，还整出了一只尸鳖王，他的实力恐怕深不可测，极难对付。沐琛白着脸带我们来到电梯，我看着那排夸张的数据，又想揍他了。你家不但地上有7层，地下还有2层啊！沐琛得意地点点头，还行吧，我叔从国外找的设计师，设计的也就那样吧，一般。这可不一般。沐琛露出一副自大又故作谦虚的表情，哎呀，也就花了几个亿啦，勉强看得过眼，你觉得哪里不一般？9层妖塔，7层佛塔，听过没有？9为阳，至刚自强，而7层佛塔则代表了人的7情6欲，即喜、怒、忧、思、悲、恐、惊。你们家的人性格都很阴晴不定吧？住5楼的人天天悲春伤秋，没事情就爱掉眼泪；住2楼的人暴躁易怒，做事情很冲动；住6楼的人胆小如鼠，每天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要害自己；住顶层的则是遇到点事情就一惊一乍，脾气和吃了炮仗一样。哦，你应该住顶层吧？你们家这是被人布了风水局，全家都被人给镇住了，而且一到逢7之数就特别容易出灾祸。哦，今天刚好7号。我每说一句，沐琛的脸就更白一分。当说完7层楼时，他已经面如土色，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震惊、愤怒、茫然、疑惑、豪门。哎，宋菲菲悠悠地叹了一口气，你们俩就没发现我们进电梯已经有好几分钟了？哐！几乎是宋菲菲话音刚落，电梯就晃动了一下，然后重重地砸在了地上。我们3人摔作一团，沐琛被压在最底下。我就知道这鬼玩意没那么容易让我们追上去。电梯里漆黑一片，我刚想掏出手机照明，沐琛羞恼地叫了一声：“你们俩够了呀！别在这种时候开玩笑。”我和宋菲菲都有些迷茫，开啥玩笑？沐琛的嗓音带着丝颤抖：“不是你们俩掐我屁股吗？”宋菲菲立马跳脚：“污蔑谁呢？就你那模样，姐能瞧上你？美的你还掐你屁股？别吵了，安静点。”我打开手机照明，光刚亮了一瞬间，手机没电关机了。短短的1秒钟时间，却足够让我们看清电梯的情况了。沐琛都快哭了，我没看错吧？为什么我刚才好像看到电梯里有4个人啊？宋菲菲吞了吞口水，你没看错，我也看见了。电梯里陷入诡异的安静，安静到能听见所有人的呼吸声。沐琛的喘息声很重，像一头得了破伤风的老牛。宋菲菲比他强多了，但是呼吸依然有些急促。我的呼吸声最轻，绵长轻柔，除此之外再无他人。4个人，3个呼吸声，那还有1人是谁？趴下！我大喝一声，跳起来，直接对着空中来了个360度踢腿。当踢到后侧时，能明显感觉到踢中了一个人。踢到人以后，我瞬间清醒了。我肯定是昨天没睡好，人累傻了，电梯里光线黑看不清东西，我可以用阴阳眼啊。眯了眯眼睛，我终于看清了趴在电梯地上的人，是之前一直跟在沐琛边上的小跟班。我听沐琛喊他郑明，郑明倒在地上以后挣扎了几下想爬起身，我跳上去用膝盖顶在他背上，将他双手反剪在了身后。咔咔2声响起，郑明竟然扭断自己胳膊，用力将我顶飞了出去。他转过身来，指甲漆黑细长，显然全身都已经遍布尸毒，这模样不像是被尸鳖附身，倒像是成了尸鳖的傀儡。看样子那尸鳖从他身体里爬出去了。我大喝一声，双手结印，飞快扔出一张五雷符。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电光，电梯里弥漫起一股肉被烧焦的味道。郑明一死，电梯里的灯就亮了起来，门也开了。
我仰起头，发现电梯的顶部被打开了，证明应该就是从那儿进的电梯。沐琛抹了把汗，率先走出电梯。我瞄了眼他的屁股，看到了一片白光。一片白光。只见沐琛的裤子破了一个大洞，露出了他白皙的皮肤，上头还有一个黑乎乎的爪印。宋菲菲一言难尽地看着沐琛，你就没觉得你屁股上有些凉快？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中湿毒了，戳他屁股一刀都没感觉。沐琛转过身摸了摸自己的臀部，然后原地蹦出3尺高。沐琛又哭了，哭得很伤心，都要死了，就不能让我走得体面一点吗？贼老天！我恨你！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尽量不让自己去看他的背影。放心吧，有我在呢，死不了的。不过你再耽搁的话，你家里人就死光了。沐琛刚扬起的嘴角立刻放了下来，一抹眼泪留给我们一个快速小跑的背影。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有弹性的背影。宋菲菲有点嫌弃地撇了撇嘴角，我觉得她不是住7楼，应该是每天住1层，性格才会这么多变。这地下室造得跟迷宫似的，我们跟着沐琛7弯8拐，总算来到了一扇铁门前。我爸爸很喜欢收藏各种古董，整个地下室都是他的藏品。这个房间就是用来放置那具玉尸的。地下室的天花板上到处都是隐没的灯带，沐琛指了指那些灯，这都是我爸设计的。这地下室24小时都是亮的，这些灯关不掉。我爸说，万一停电或者有小偷进来，黑灯瞎火的容易打碎他的宝贝。沐琛爸爸可真是深谋远虑啊，不然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室还有尸鳖和玉尸，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沐琛按了指纹打开铁门，我却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按照尸鳖的智慧，是绝对不可能打开指纹锁的，而且还能给重新关上。这事情恐怕和人脱不了干系。想到沐琛家的装修和布置，我念头一动，这玉尸该不会也和他叔叔有关系吧？嘶，2道抽泣声在我耳边响起，我抬头朝屋内看去，看到了让我毕生难忘的一幕。屋子中间放着一张巨大的黄花梨雕花矮几，矮几上躺着一具通体碧绿的玉尸，那绿鲜翠欲滴，通透细腻，好像上头有水光在流动。这色泽，这种水，这体积，价值根本难以估量。难怪穆爸这样见多识广的收藏家，都像宝贝似的小心翼翼藏在家中。围着玉尸一圈，则是躺满了陆家的人，所有人头朝玉尸，脚尖朝外，沿着玉尸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而玉尸边则站着7个手持匕首的蒙面男人，他们正专心地看着手腕上的手表。见我们开门进来，几人神情都有些惊讶，其中一人更是惊呼出声：“沐琛，你居然没死！”看样子仪式还没开始，他们在等着子时到来才会给这些人放血。我也看了下时间，离晚上11点还差了5分钟，时间快来不及了，抓紧干掉他们。为首的男人做了个手势，还是专业的雇佣兵交流手势。几人迅速掏出枪对准我们。这屋内除了那一张矮几和玉尸外，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我们仨连躲都没地方躲。看暗器！我甩手扔出一个东西，然后一把扑倒了宋菲菲和沐琛。啊！混蛋！不许开枪，别打到玉尸！那几个黑衣男人顿时陷入了混乱当中。我刚才扔出去的是一只活的尸鳖。刚才在电梯里，尸鳖从郑明身体里爬出去以后，不敢攻击我们，而是缩在角落里。我收拾完郑明，顺手就把它给装起来了。这尸鳖护主心切，很是凶残。他们可不认识自己人不自己人的，玉尸身边但凡有活人，都能激发尸鳖的凶性。眼见着复活仪式要被我们破坏，其中一个黑衣人顾不得时间没到，直接手起刀落，割断了身边躺着人的颈动脉。那人的血喷出半米高之后落到地上，像有灵性般朝着玉尸的方向游了过去。他的血简直像是活了，流到木头矮几边以后，更是直接沿着桌角爬了上去，直到涌到玉尸的胸口处。随着鲜血注入，玉尸明显亮了一下，翠绿色的身体发出一阵极为漂亮的绿光。没被尸鳖咬中的另外2个黑衣人也恍然大悟，纷纷开始对着脚边人割喉。沐琛怒自欲裂，爸妈哥！他大叫一声扑了过去，我和宋菲菲也紧随其后。一通乱斗以后，几个黑衣人都被我们干翻了，可是玉尸的身体也亮起了一半，那些血不停地朝着他心脏位置汇聚而去。我扫了一眼，一时间竟然数不清有多少条血流。灵珠怎么办？血止不住啊！沐琛撕下衣服按住一人的脖子，只是那血却像有什么东西在召唤一般，依然疯狂地朝着玉尸的方向流动。再这么下去，这些人很快就要流光血而死了。我掏出把糯米按到伤口处，血流缓了一缓，虽然速度降慢了很多，却依然不停地朝着玉尸汇聚。先用糯米止血，沐琛你抓紧叫救护车，我来想办法。用糯米只能拖延一会时间。穆家的别墅在市郊，属于富人区，他们小区里就有着自己的医院，所以医生应该能快速赶到。只是再快也快不过这失血的速度。我咬了咬牙，起身抓起桃木剑就朝玉尸的胸口捅去。砰！玉尸身上光芒大盛，一道强光闪过，我连人带剑在空中转了2圈才滚落在地，桃木剑更是从中间断成了2半。千年玉尸，恐怖如斯。灵珠，你没事吧？宋菲菲跑过来扶起我，
我捧着断成2半的桃木剑，差点当场痛哭出声。我的桃木剑啊！这可是千年雷击桃木做成的桃木剑，这木头是我当初好不容易从孟远家搞到手的，另一半在乔墨雨那儿。现在乔墨雨还有剑，我却痛失无碍，我真的不能接受啊！妈的，陆灵珠，你能别耗了吗？这剑我想办法再给你搞一把，你快把这些血给止住啊！沐琛大喝一声，勉强安慰了我受伤的心。我拎着断剑一溜小跑，那先说好了，我要一把更大的。我在兜里一顿猛掏出来一堆符纸和香灰。符纸大多是攻击性极强的雷符，自然是不能用的。香灰倒是可以，这些香灰都是我和宋菲菲从千年古刹前的香炉里掏来的，具有信念之力，用来驱邪除祟，效果很好。我把香灰按到伤口处以后，血流速度再次减缓。这个尸实在是太可怕了，糯米加千年古刹的香灰居然还不能完全止住。看着焦头烂额的沐琛，我突然福至心灵，沐琛，滋他。沐琛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滋谁？哎呀，就是尿他。你沿着那木桌尿一圈，这浴尸复活需要大量鲜血，尿乃污秽之物，那血被尿给污染了，浴尸肯定嫌弃，到时候就能止血了。沐琛黑着脸，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已经失身了。哎呀，没事，我们是恶心他，又不是灭他，不是童子尿效果一样好。你动作快点。当沐琛尿完一圈以后，血终于止住了。我和宋菲菲忍不住竖起大拇指，厉害，这么老大一圈，你这储存量够大的。我更是连连点头，你看这尿的多圆。警车、救护车，各种车来了一堆。沐琛的家人比较幸运，都不在割喉名单中。我等人都获救了，赶紧给师尊去了一个电话。这浴室太邪性了，还是让师尊来带走吧，普通人根本就镇不住。沐琛安排好事情以后，黑着脸来到了我边上，我瞄了一眼，忍不住有些失望，他已经换了一条裤子。我叔叔昨天晚上出车祸，连人带车掉下了海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是他八字和照片，你能帮我看看他到底死了没有？我拿起照片一看，人中身后，眉长入鬓，八字五行俱全，食神得禄。你叔叔这八字活个90岁问题不大。沐琛一把捏住照片，眼神中金光四射，好，好得很。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灵珠，帮我一个忙，地下室的东西，你和宋菲菲可以一人随意挑3件走。我尽量抿着唇，不让自己笑出声来。什么忙？沐琛冷笑一声，到时候你就知道了。